师娘，你该让位了。我放下酒杯，听着那个入门不过3年的小姑娘，当着满店宾客的面，指着我的鼻子，一字一句地数落我的罪状。她说我躲闲偷懒，说我把脏活累活推给别人，说我舔着脸享受最好的洞天和灵药，厚颜无耻。店内弟子们纷纷附和，像一群被训练好的雀鸟，齐声鸣叫。高座上的道侣陆望生脸色难堪，却没有开口。我摇了摇羽扇，饶有兴致地笑了一声。好啊，这拳我可以教，就怕你们没一人接得住。羽扇在指尖一顿，我抬起眼，从苏灵山那张涨红的小脸上缓缓扫过，最后落在满店沉默的众人身上。修仙界只知道洛云宗天才频出，知道陆望生是最年轻的大成期修士，没几个人知道，不到100年前，这里还是一处濒临散伙的破落宗门，全宗上下靠着4处接奖金任务勉强糊口。更没人知道，这座仙气缥缈的山顶宫殿，那取之不尽的灵药和灵泉，甚至是陆望生腰上那把本命长剑，都是我与他和结契时带来的嫁妆。我话音落下，苏灵山那张清秀的小脸瞬间涨得通红。他大概算准了我会气急败坏，当众失态，好让他在众弟子面前立威。此刻见我非但不恼，反倒从容淡定。他眼中闪过恼恨，声音抬得更高。他说我不过是仗着节气早，仗着宗主夫人的位置，尸位素餐。说他自幼苦修，熟知宗门规矩，论修为，论勤勉，论人心，样样比我更适合掌理宗门。这大权本就该让贤能者居之。他还转头扫过众弟子，字字句句往我身上抹黑，说我深居简出，从不理会琐事，沾着最好的洞天和灵药，却半点实事不做，修为毫无寸进。说到最后，他眼眶一红，摆出委屈又大义凛然的模样，望向陆望生，说若我不肯交权，他愿以死谏，恳请师尊主持公道。所有目光齐刷刷聚在他身上。旁人只道陆望生天纵奇才，是洛云宗当之无愧的支柱。可谁又记得100年前这座破落小山门灵脉枯竭，弟子寥寥，连维持基本运转都难以为继。那时候的陆望生修为低微，连一件像样的法器都没有，渡劫更是想都不敢想。是我带着丰厚嫁妆入宗，以自身仙骨滋养灵脉，引灵泉重塑洞天，耗费无数珍稀材料建起这座云顶宫殿。是我寻来天才地宝助他筑基，他如今随身的本命仙剑，是我消耗修为炼化赠予。宗门上下的灵药田圃、法器库房，乃至众弟子的修炼资源、外出历练的盘缠，哪一样不是出自我的嫁妆？他能安心修炼，顺利渡劫，全是我在身后一力撑起。这些事，全洛云宗上下除了苏灵山以外，每一个弟子都心知肚明。可此刻，他们全都装聋作哑，没有一个人为我说一句公道话。沉默良久之后，陆望生一阵长袖，像是下了某种决心，叹息一声：“阿福，灵山也是一心为宗门着想。”你便移交出宗门管理权，往后安心修炼，少沾这些俗事。一句话将我100年付出尽数抹去，反倒坐实了我懒散自私、不配整宗的罪名。当年大婚之夜，陆望生曾跪在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许下诺言，说此生与我仙徒同行，尊我重我，永不相负。原来仙徒漫漫，最易变的从来都是道侣誓言。我抬眼，目光掠过店内或附和或观望的弟子，掠过沉默回避的宗门长老，最后落在陆望生与苏灵山身上。好，这权我交，不过我也有个条件。师娘这话是什么意思？交出管理权本就是理所当然，你还想耍什么花招拖延时间？他话音刚落，身后一名弟子以双手捧着一卷一件明黄契约，高高举过头顶。那弟子展开契约，墨字工整清晰，每一条款都苛刻至极，显然早有预谋。师娘，这是交权契约，往后永久不得干涉宗门任何决策，日常修炼资源与普通长老持平，不得再独占优厚份额。师娘既然答应交权，就该爽快签字。灵山师姐也是为了宗门，师娘莫要再执拗了。阿福，灵山性子直，但确实一心为宗门发展，这契约条款并无不妥，你便签了吧。往后不用再操心俗事，安心修炼也是好事。他的话听似温和，却字字偏袒苏灵山，全然不顾那些条款有多苛刻，也忘了我100年间的付出。我看着那契约，心中一片漠然，嘴角却勾起一抹淡淡的冷笑。这契约看似公平，实则是要将我彻底排挤出宗门，连最后一点应得的待遇都要剥夺干净。这契约我可以签，但我有一个附加条件。师娘尽管说说看，若是什么无理要求，休怪我不答应。自今日交权之后，宗门一切事务皆与我无关，无论是弟子历练遇险，还是资源短缺，亦或是外敌来犯，任何人都不得索要分毫东西，包括之前我赠与宗门的各类物资衍生之物。今日满堂宾客与宗门长老需共同作证，此事一旦定下，便不得反悔。店内瞬间安静，长老们相互对视，神色各异，却没人开口反对。苏灵山先是一愣，随即像是想通了什么，他大概觉得我这是被逼无奈，只能用这种方式赌气，根本没想过后续的后果。好，我答应你。师娘，现在可以签字画押了吧？我没有丝毫犹豫，拿起笔，在契约上落下自己的名字，又以指尖凝聚灵力，按下一个鲜红的印记。契约刚一签完，苏灵山便迫不及待地伸手夺了过去，嘴角翘起得意的弧度。苏灵山的眼神陡然变得凌厉，直直看向我。既然契约已签，师娘便该履行承诺。你占据宗门最好的云溪洞天已经太久，那里灵气充沛，远超宗门其他区域。如今你不再掌理宗门事务，
自然不配再住那般好的地方，理应让给对宗门更有用的人。他话音一转，又添了一把火。他说，除此之外，弟子们都传言，我当年带来的嫁妆中藏有大量上古灵材，这些灵材本就该属于宗门，供所有弟子使用，说我却一直私藏，今日也该一并交出来，还宗门一个公平。这番话纯属污蔑，那些上古灵材是我特意留存以备不时之需，从未想过独占，可他却颠倒黑白，硬生生给我扣上私藏的罪名。我看向高座上的陆望生，他脸上露出几分难色，似乎有些犹豫，但片刻后，他终究移开了目光，没有开口反驳苏灵山的话，算是默认了他的要求。几位长老见状，也纷纷开口附和，都说灵山说的有理，云溪洞天确实该留给更能为宗门出力的人。上古灵材若是真有，自然该归宗门公用。说我独自私藏确实不妥，此举也是为了宗门公平。他们众口一词，仿佛我真的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觉得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片寒凉从头冷到脚。百年付出换来的竟是这般结果。依你。简单2个字落下，殿内弟子们看向我的目光愈发轻蔑，转而又用崇拜与敬畏的眼神望向苏灵山，仿佛他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宗门掌权者。见师娘死时去，那我便宽限你3日后，我正式接手宗门事务，你需在此之前迁出云溪洞天，将私藏的上古灵材尽数交出，不得有任何遗漏。我没有再说话，只是拿起手边的羽扇，缓缓站起身，转身朝着殿外走去。身后是满殿的窃窃私语和苏灵山得意的笑声。殿门外的风灌进来，吹得我袖袍翻飞。我没有回头。3日后，天刚蒙蒙亮，我便收拾好了行囊。云溪洞天里那些珍稀之物，我一件未带，只有一个陪伴我多年的储物戒，放着一些属于我个人的零散物件。走出云溪洞天时，几个负责监督我搬迁的弟子站在不远处，眼里带着几分幸灾乐祸。见我没带东西，虽然神色讥讽，却没人敢上前多言。苏灵山早已派人安排好了我的新住处，宗门西北角一处废弃多年的洞府，入口处杂草丛生，石门斑驳破损。洞内潮湿腐朽，灵气稀薄的几乎感受不到，与云溪洞天的浓郁灵气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并未在意，只是宣布闭关修行。苏灵山自从掌权后，便立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第一道命令便是削减各位长老的福利，将节省下来的资源尽数集中起来，分给那些平日里对他阿谀奉承的心腹弟子。几位资历深厚的长老颇有微词，却被他以宗门发展需优先培养新锐为由兑了回去。陆望生始终保持沉默，任由他行事。紧接着，他又更改了宗门的历练规则，废除了我之前定下的循序渐进的历练制度，强行要求所有弟子必须深入高危险秘境获取资源，美其名曰历练成长，快速提升修为。不仅如此，他还终止了我之前与其他宗门的合作关系。仗着陆望生刚刚渡劫成功，成为大成期修士，他便派人前往各个合作宗门，态度傲慢的强行要求对方增加供奉，给予更多好处，否则便要断绝往来。那些宗门本就与洛云宗是平等合作，如今被这般施压，心中自然不满。几个脾气刚烈的宗门当场便终止了合作，其余的也都暗中疏远，不再像从前那般坦诚相待。苏灵山对此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是那些宗门不识抬举，扬言凭借陆望生的实力，迟早能让所有宗门俯首称臣。不过半月时间，洛云宗便彻底陷入了乱象之中。秘境历练的弟子一批批回来，伤亡惨重，有的断了胳膊少了腿，有的修为尽废，甚至有10几个弟子直接殒命秘境，连尸骨都没能带回来。那些弟子的亲友在宗门内哭闹不止，要求给个说法。苏灵山却只派了些人随意安抚几句，便将此事搁置，依旧强令后续弟子继续前往高危险秘境。灵药田那边更是惨不忍睹。苏灵山不懂灵药养护之法，只知道一味的让弟子过度采摘，又随意更改了灵泉的灌溉方式，导致大片的灵药枯萎死亡。负责打理灵药田的长老多次劝阻，却被苏灵山斥责为墨守成规，阻碍宗门发展，最后竟被罢去了职务。方氏这边，因为与多个合作宗门关系破裂，货源彻底断绝。负责方氏的管事级的团团转，多次向苏灵山汇报，请求重新修复与其他宗门的关系，却始终得不到回应。苏灵山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竟不顾长老们的劝阻，强行催动护山大阵，想要在众弟子面前展示宗门的实力。可他根本不懂阵法的操控之法，胡乱催动之下，导致阵眼受损，阵法运转失常，大量灵气外泄，整个洛云宗的灵气浓度都下降了不少。一时间，宗门内外怨声载道，弟子们人心惶惶，却没人敢再公开反对苏灵山。那些曾经附和他的声音，如今全都变成了沉默的抱怨。苏灵山被这些乱象搅得焦头烂额，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无能。面对众人指责，他灵机一动，竟然将责任全扔到了我的头上。苏灵山站在宗门议事殿上，义正辞严：如今宗门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全是师娘作为前掌事留下的烂摊子。灵山所言并非全无道理，阿父他或许确实心存芥蒂。他掌权多年，看似把宗门打理得井井有条，实则早已埋下隐患，如今更是暗中动了手脚，故意报复宗门，想要让洛云宗一蹶不振。苏灵山更是得意，当即带领众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我的洞府之外。我正盘膝坐在那废弃洞府的冰冷石台上，周身灵气稀薄的可怜，却也不妨碍我运转心法。洞口的石门被一脚踢开，尘土飞扬中，苏灵山昂首走了进来。前掌事，你倒是好兴致，躲在这里躲清闲。可知宗门如今已是岌岌可危。陆望生站在他身侧，白衣依旧胜雪，只是眉宇间凝着一层愁绪，看向我的目光复杂难辨。阿父，
护山大阵受损，灵药田大片枯萎，这些问题归根垫底还是因你而起。若不是你当初留下诸多隐患，又暗中作梗，宗门何至于落到这般境地？如今唯有你出手，才能修复大阵，挽回局面。不错，你当年执掌宗门，看似风光，实则早已埋下祸根。如今你若还有半点良知，便该立刻出手解决这些危机，否则便是蓄意危害宗门利益。他眼神狠厉，说是宗主仁慈，念在旧情，不忍追责。但我若执意不肯，宗门也只能按规矩办事，废去我的修为，以儆效尤，安抚众弟子和长老的心。我靠在冰冷的石壁上，听着他们颠倒黑白的话语，只觉得可笑又心寒。曾几何时，这个男人跪在我面前，说要与我仙途同行，尊我重我。如今他却站在另一个女人身边，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身上，甚至不惜用废去修为来威胁我。而苏灵山不过是个坐享其成的后来者，靠着几句花言巧语便窃取了我的成果，闯下祸事之后，却理直气壮地要求我收拾烂摊子。他们都忘了，这座宗门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用嫁妆堆砌起来的，他们的修炼资源、他们的安稳日子，都是我用百年心血换来的。如今卸磨杀驴，倒也做得干脆利落。所以你们今日来，不是求我帮忙，而是来威胁我。话不能这么说，宗门养你百年，给了你无尽的资源与尊荣，如今宗门有难，你出手相助本就是分内之事，谈何威胁？陆望生脸色微变，似乎想说什么，却被苏灵山抢先打断。分内之事，我轻笑一声，那笑声在阴暗的洞府里回荡。我当年带来的嫁妆，够洛云宗上下安稳度日千年。这些年，你们消耗的每一份灵药，使用的每一件法器，甚至修炼的每一寸灵气，该是你们偿还我才对。如今这东西既然带入宗门，便是宗门财产，半点不肯承担，实在厚颜无耻。我看着他们脸上那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心中积压已久的寒凉，终于化作了彻骨的寒意。好，想让我出手，可以。我缓缓站起身，眼底寒光乍现。但从今日起，洛云宗该换个主人了。话音未落，一股磅礴威压从我身上骤然迸发，洞府内的空气仿佛凝固，连喘息都变得困难。几位修为低微的弟子当场瘫软在地，面色惨白。陆望生神色一凝，下意识拔出了腰间的本命剑，护在苏灵山面前。那把剑剑身流转着淡金色的灵光，正是我当年消耗百年修为炼化赠予他的破龙剑。修仙界人人闻风丧胆的利器，曾随他斩心魔、退强敌。渡劫时更是大放异彩。他握剑的手在微微发抖，声音却强作镇定：“阿福，你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你疯了！你敢对师尊动手？你忘了契约上写的？契约？我签的那份契约只说了不帮你们收拾烂摊子，可没说我不能拿回自己的东西。我抬手，虚空一指，动作轻描淡写，像是拂去衣上的一片落叶。可就在这一指落下的瞬间，破龙剑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剑身上的金光骤然碎裂，细密的裂纹从剑尖蔓延至剑柄，如蛛网般纵横交错。陆望生瞳孔猛缩，还来不及反应，那把陪伴他数十年的本命仙剑便在他手中应声而碎，碎片叮叮当当落了一地，像一场金色的雨。洞府内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僵住了。陆望生更是不敢置信，怎么可能？我看着陆望生呆滞的脸，看着苏灵山惨白的嘴唇，看着那些长老们惊骇欲绝的眼神，心中没有一丝波澜。这只是开始。陆望生握着剑柄残骸，手止不住颤抖，脸色惨白如纸。他盯着地上碎裂的剑身，嘴唇翕动了好几次，都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苏灵山站在他身后，连站都快站不稳，死死抓着个陆望生的衣袖，指甲几乎嵌进他的皮肉里。周围跟着来的弟子和长老们也都傻了眼，一个个瞠目结舌，大气都不敢喘。破龙剑是陆望生的本命剑，更是修仙界闻名的利器。当年随陆望生渡劫时斩过心魔，退过强敌，怎么会轻飘飘一指就碎了？我神色平静，只有眼底深处翻涌着百年积累的寒意，那不是愤怒，而是一层厚厚的冰，冰下面是曾经滚烫的心。你们以为我这些年修为停滞，是真的懒散躲闲？我的声音不大，却像钟声一样敲在每个人心口，没有人敢回答，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了。当年洛云宗灵脉枯竭，是我以自身仙骨滋养，硬生生续了灵脉百年生机。我缓缓抬手，指尖萦绕着淡淡的金色仙力，那光芒柔和却刺目，是大成之上才有的灵力。洞府内的灵气开始躁动，像被什么力量牵引着。陆望生渡劫前夕，心魔滋生，根基动摇，是我耗费半生修为为他稳固道心，替他挡了3道天劫反噬。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剖开那些年被他们遗忘的真相。我看着陆望生惨白的脸，看着他眼中的慌乱，心中没有一丝波澜。我不是修为停滞，是为了这座宗门，为了那个曾经许诺与我仙途同行的人，一直压制着自身境界。我顿了顿，金色的仙力在掌心流转得更加浓烈。3日前闭关，不过是卸下了所有枷锁。洞府周围稀薄的灵气疯狂涌来，形成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将阴暗的洞府照得通明如昼。我的衣袍在灵风中翻飞，长发飘扬。如今我已是真仙。这话一出，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真仙境界，那是整个修仙界数万年都难得出一个的存在，凌驾于大乘期之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也没想到，这个被他们诟病懒散无能的前掌事，竟然早已达到如此境界。陆望生下意识抬头看我，张了张嘴，声音沙哑的像砂纸摩擦：“阿福，我什么？当年我带来的嫁妆、灵泉洞天、灵药法器，还有那把碎掉的破龙剑，都是我心甘情愿赠与洛云宗。可我能给，自然也能收。
我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长老们纷纷低下头，不敢与我对视。苏灵山脸色青白交加，嘴唇哆嗦着，却一时找不出反驳的话。今日之事，我本可以置身事外，但洛云宗是我耗费百年心血撑起的地方，我不能看着它毁在你们手里。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洞府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我知道这一刻的选择将决定他们一生的命运。愿意留下的，从此恪守宗门规矩，摒弃杂念，潜心修炼。我会修复护山大阵，重育灵药田，恢复与其他宗门的合作，让洛云宗重回正轨。你们依旧可以使用这里的资源，但记住，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需心怀感恩，为宗门出力。我顿了顿，目光如炬地扫过每一张脸。不愿意留下的，我绝不强求，但你们要想清楚，离开这里，便再也无权使用洛云宗的任何资源。从你们踏出山门的那一刻起，便与洛云宗再无瓜葛。话音落下，洞府内陷入长久的沉默。有人低头沉思，有人偷偷打量身边的人，还有人眼中闪过动摇。就在这时，苏灵山突然回过神来，他用力咬了咬牙，强装镇定地站直身体，虽然双腿还在发抖，眼神却怨毒得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蛇。你休要在这里妖言惑众，什么真仙境界，不过说出来唬人的花架子罢了。我看你就是因失权而怀恨在心，故意报复宗门。他转头看向身后的弟子和长老，声音愈发激昂。大家想想，他当年掌权时看似公正，实则独断专行，如今不过是仗着一时的修为，便想震慑我们，让我们俯首称臣。洛云宗能有今日的规模，不全是他的功劳，更多是师尊渡劫成功，威慑四方的结果。师尊是大成期修士，只要有师尊在，我们就算另立山门，也照样能闯出一片天，何必留在这里受他的气，看他的脸色行事？那些所谓的资源没了便没了，你迟早能寻来更好的，跟着他只会被他牢牢掌控，永无出头之日。他的眼中燃烧着疯狂的火焰，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苏灵山的话说的极具诱惑力，尤其是对那些平日里就贪图虚名、渴望快速崛起的弟子。去哪里不能立足？何必留在这里受这气？前掌事如今这般强势，分明是想独断专行。我们留下来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对，另立山门，有师尊的大成期修为坐镇，我们一定能比现在更风光。人群中开始出现骚动，几个一直跟在苏灵山身边的核心弟子立刻附和，几位平日里与苏灵山交好的长老也有些动摇。他们相互对视一眼，其中一位开了口：宗主，灵山所言也并非没有道理。真仙虽强，但心性难测。我们若是留下，日后恐怕……陆望生脸上满是挣扎，眉头拧成一团。苏灵山不断低声催促：师尊，机不可失，我们不能被他牵制，只有另立山门，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您想想，他今日能轻易毁掉您的本命剑，明日就能轻易取我们的性命。我们留下来，不过是任人宰割。陆望生闭了闭眼，像是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再次睁开眼时，那双曾经对我许上山盟海誓的眼睛里，只剩下了冰冷的决绝。他看着我，语气生硬的像一块石头。阿福，是你逼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洛云宗是我和你一起撑起来的，但如今你心性大变，独断专行，我不能让弟子们跟着你受苦。既然你容不下我，那我便离开。我陆望生虽没了本命剑，但大成期修为还在，凭我的能力，再加上愿意跟随的弟子和长老，重新建立一座宗门，并非难事。他转头看向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挤出一个笑容：你们放心，跟着我，我定不会让你们失望。说完，他又看向我，眼神冰冷。阿福，你今日这般行事，独断专行，不顾念旧情，迟早会遭天谴。我倒要看看，没有我们的辅佐，你这真仙境位能不能守住洛云宗？那些被苏灵莎蒙蔽的弟子和长老们纷纷响应，像一群被驱赶的羊群，跟在陆望生和苏灵莎身后，朝着洞口走去。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宗主，老朽不走。我循声望去，是负责打理灵药田的那位老长老。他满头白发，身形佝偻，却一步步走到我面前，深深地躬下身去。宗主，老朽糊涂，之前没能明辨是非，还请您责罚。洛云宗是老朽待了一辈子的地方，老朽愿意留下，为修复宗门尽一份力。他的声音带着颤抖，却异常坚定。紧接着，几个弟子也站了出来，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愧疚。我们知道宗主为宗门付出了很多，我们愿意留下，遵守规矩，好好修炼。陆望生看着这一幕，脸色更加难看，却没再多说什么。他转身，带着苏灵山和一众追随者，头也不回地朝着山门之外走去。洞府内外只剩下那些选择留下的弟子和长老，零零散散地站成一圈，不过20余人。我缓缓收回目光，看向留下的众人。既然你们选择留下，那从今日起，洛云宗的规矩由我重新制定。我没有耽误时间，立刻开始分配任务。首先看向那位白发苍苍的老长老。李长老，你熟悉灵药养护之道，即日起恢复你灵药田主事之职，所需资源尽管开口。李长老眼中闪过一丝动容，花白的胡须微微颤抖，他深深地躬下身去。多谢宗主信任，老朽定不辱使命。我又转向人群中几位神色犹豫的长老，他们都是被苏灵山以各种借口罢黜或边缘化的，资历深厚且行事稳妥。张长老精通阵法，护山大阵修复之事交由你协助。王长老擅长宗门术务，
资源分配与弟子调度便劳烦你。被点到名的2位长老先是一愣，随即快步上前，单膝跪地。弟子遵令，弟子遵令。留下的长老见状，也纷纷上前表态，愿意听从调遣。我等愿听从宗主调遣，共扶落云宗。一时间，洞府内原本低迷的气氛开始回暖，像是干涸的土地上冒出了第一缕春意。我从储物戒中取出数块散发着浓郁灵气的上古灵材，它们一出现，洞府内的灵气浓度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几位长老的眼睛都瞪圆了。这些灵材可补全阵眼缺损，你带人即刻着手修复，有不懂之处随时来问。我将灵材递给张长老，他双手接过，手指都在发抖。宗主放心，属下必定尽快修复大阵。张长老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这些可都是修仙界难得一见的至宝，他们先前只在古籍中见过记载。安排好大阵之事，我一步灵药田，李长老和几个弟子紧紧跟在身后，穿过几条碎石小路。眼前的一幕让我心中一沉，往日郁郁葱葱的田地，如今一片枯黄，不少灵药根茎腐烂，散发出一股酸臭的气味。灵泉改道后留下的干涸沟渠纵横交错，像一道道丑陋的伤疤。我站在田埂上，闭上眼睛，感受着这片土地的脉搏，还能救。我抬手释放出柔和的金色仙力，那光芒如同细密的雨丝，缓缓震入干裂的土壤之中。枯萎的灵药在仙力滋养下，竟慢慢抽出新芽，嫩绿的叶片从枯黄中探出头来，原本干涸的土地也渐渐变得湿润。李长老和几位弟子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往后灵药田按季轮采，不得过度索取，灵泉灌溉时辰与用量皆按旧制执行。每月月初，我会来此注入一次仙力，助灵药生长。李长老连连应是，眼中满是敬佩和感激。是，宗主，老朽记下了。处理完灵药田，我召回负责对外联络弟子赵恒，备上厚礼，前往之前合作的宗门致歉，告知他们落云宗愿恢复往日平等合作，过往之事皆因前掌权者行事失当，与宗门无关。赵恒有些迟疑，我取出几样珍稀的炼器材料递给他，带上这些，诚意足够。若对方仍有顾虑，便说我愿以真仙之名立誓，此后落云宗绝不恃强凌弱，坚守合作盟约。不出3日，赵恒便传来消息，多数宗门愿意冰释前嫌，重新建立合作关系。宗门内部，我重新制定了历练与资源分配规则，废除苏灵山定下的强制高危险秘境历练，改为按弟子修为分级，且每次历练需由长老带队，确保安全。长老与弟子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每月月底举行宗门小比，表现优异者可额外获得灵材或仙力指点的机会。留下的弟子们很快感受到了变化，修炼资源不再短缺，灵药丹药供应充足，历练风险大幅降低，再也没有人莫名其妙的死在秘境里。更有我这个真仙级别的指点，不少人卡在瓶颈多年的修为开始松动，突破的消息接连传来。弟子们对我的忠心日渐深厚，宗门内风气也愈发清明，潜心修炼，互帮互助成了常态，再也不见往日的阿谀奉承与人心浮动。而另一边，陆望生带着苏灵山及追随者离开落云宗后，则是另一番景象。在不远处的一座荒山，他们自立门户，取名新云宗。那座山灵气灰薄，连像样的灵脉都没有，山上光秃秃的，只有几棵歪脖子松树在风中瑟瑟发抖。苏灵商站在山顶，却意气风发，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辉煌。他自是有陆望生这位大成期修士坐镇，依旧我行我素。掌权之初，他便想效仿落云宗的规模，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可新云宗一穷二白，既无灵脉支撑，又无资源储备，根本无力支撑他的野心。他派人到处砍伐木材，强行驱赶弟子搬石砌墙，这也太过分了。折腾了半个月，只建起几间歪歪扭扭的木屋，连个像样的议事殿都没有。他派人前往周边宗门寻求合作，却因之前在落云宗时的傲慢行径，早已声名狼藉。那些宗门要么直接闭门不见，要么提出苛刻的条件，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几次碰壁后，苏灵山变得愈发焦躁。新云宗的弟子们修炼资源匮乏，连最基本的丹药都供应不足，不少人开始心生不满。有弟子忍不住抱怨：师尊、师姐，再这样下去，弟子们修为难以清进，迟早会被其他宗门赶超。苏灵山脸色一沉，拍案而起：慌什么？有师尊在此，还怕没有资源？他眼珠一转，生出一个歪主意，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周边那些小宗门家底倒是不少，我们不如派人去借一些，等日后新云宗壮大了，再还回去便是。陆望生皱了皱眉，有些犹豫。劫掠同道，恐遭修仙界非议。苏灵山急忙走到他身边，声音带着蛊惑：非议又如何？我们现在处境艰难，若不这般做，弟子们迟早会散去。等我们有了足够的资源，实力强大了，谁还敢说什么？师尊，您难道忘了落云宗那些资源吗？若不是被那女人霸占，我们何至于如此？如今劫掠这些小宗门，不过是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陆望生沉默良久，手指反复擦拭着空荡荡的剑柄。他如今没了本命剑，实力大减，心中本就憋着一股怨气，再加上不愿看到自己一手建立的新云宗就此衰败，终究是被说动了。他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苏灵山的提议。得到陆望生的默许，苏灵山立刻挑选了一批修为较高的弟子，连夜突袭了附近一个弱小的宗门青云门。
那宗门只有寥寥几十个弟子，掌门不过元婴期修为，毫无防备。苏灵山带着人冲进去的时候，青云门的弟子们还在睡梦中。他们砸开库房，将灵药、法器、丹药洗劫一空。几位长老拼死抵抗，却被苏灵山的人打成重伤，倒在血泊中哀嚎。天亮时，苏灵山带着满满的战利品回到星云宗，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他将抢来的资源大肆分给心腹弟子，自己则私吞了最珍贵的那一部分。有了第一次的得手，苏灵山愈发肆无忌惮，接连劫掠了数个小宗门。一时间，新云宗声名狼藉，被修仙界称为邪宗，周边宗门纷纷联合起来对其讨伐。新云宗的驻地本就是座灵气稀薄的荒山，被联军围住后，连基本的防御都难以维持。苏灵山之前还在叫嚣着让陆望生出手震慑，可真到了生死关键头，却连像样的应对之策都拿不出来。师尊，您快出手啊！再不出手，我们就全完了。陆望生脸色铁青，他知道自己必须出手。可没了本命破龙剑，他的修为本就折损大半，之前为了强行稳住境界，又伤及根基，此刻灵力运转都有些滞涩。他咬咬牙，纵身跃下山崖。联军中2位宗主皆是大成期初期的修为，两人联手之下，陆望生拼尽全力周旋，剑影纷飞，却不到10回合就被其中一位宗主一掌拍在胸口，重重摔在地上，口中鲜血狂喷。陆望生经络剧痛，灵力彻底紊乱，像一条被抽去骨头的蛇，瘫软在地。联军的弟子们见状，立刻蜂拥而上。新云宗的弟子本就人心涣散，此刻见宗主被重创，更是溃不成军，四散奔逃。苏灵山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逃，却被几个早就心怀不满的新云宗弟子拦住。师姐，你想丢下我们自己跑？几个新云宗弟子拦在苏灵山面前，眼神凶狠如饿狼。他们的衣衫破烂，身上带着战火的伤痕，但此刻比伤痕更刺眼的是他们眼中的怒火。苏灵山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往后退。我没有。当初你逼着我们去劫掠，如今闯下大祸，就想一走了之？你别狡辩了，你和那些心腹私吞资源，早就想好了退路，我们都知道。为首那人一步上前，声音像刀子一样锋利。苏灵山张了张嘴，想要辩解，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确实私吞了，每次都把最好的灵材藏进自己的储物戒，只把残羹剩饭分给弟子们。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平日里唯唯诺诺的弟子，会在生死关头反咬一口。我没有。动手！话音刚落，那几个弟子便齐齐扑了上来。苏灵山修为本就不如他们，又没了陆望生的庇护，勉强放出几道灵力，却被轻易化解。一只粗糙的大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另一只手夺走了他的储物戒。他拼命挣扎，指甲在那人手上划出血痕，却像蚍蜉撼树。很快，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像一条被拎起来的蛇，被拖拽着朝联军方向走去。联军的主帅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大成期修士，他冷眼看着被推搡到面前的苏灵山，又看了看那几个跪地求饶的新云宗弟子。饶你们一命，你们劫掠了7个宗门，杀死了37位修士，重伤者过百，现在想用一条命换你们的命。那几个弟子面如土色，拼命磕头。我们也是被逼的，是苏灵说逼我们的。主帅冷笑一声，逼你们？你们分赃的时候，可没见谁手软过。苏灵山跪在地上，浑身发抖。他抬起头，想最后挣扎一次。我是新云宗长士，我有话要说。不必了，作恶多端，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话音刚落，一道剑光闪过，苏灵山的眼睛瞪得滚圆，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然后一切归于寂静。他的身体缓缓倒下，溅起的尘土落在他惨白的脸上，那双曾经充满野心和怨毒的眼睛，此刻空洞地望着天空，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那几个弟子吓得瘫软在地，还没来得及求饶，又是几道剑光，一切结束了。联军开始清理战场，新云宗的驻地化为废墟，那些曾经耀武扬威的心腹弟子们，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曾经喧闹的荒山，此刻只剩下风声和血腥气。陆望生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陆望生被2个亲信架着，趁着战乱从后山小道狼狈逃窜。他的修为根基已毁，体内灵力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流失，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身后新云宗的喊杀声渐渐远去，混乱的火光被山峦遮挡，但他的心却沉到了谷底。他太清楚自己如今的处境了。身边的亲信一个接一个倒下，有的被追兵砍杀，惨叫声在山谷中回荡，久久不散；有的因为伤势太重走不动，主动留下断后，临走时只说了一句师尊保重，便头也不回地冲向身后的黑暗。到了第3天，他身边只剩下5个人，5个同样伤痕累累、眼神空洞的残兵。他们身上的道袍已破烂不堪，血迹和泥垢混在一起，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他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只是不停地逃。白天躲在山洞里，蜷缩在潮湿的岩石缝隙中，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夜晚赶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山路上，饿了啃树皮，渴了喝雨水。昔日的灵丹妙药、珍馐美艳，如今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陆望生从没想过自己堂堂大成期修士会有沦落到这一步的一天。他曾是修仙界最耀眼的天才，如今却像一条丧家之犬，被追得无处可逃。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曾经握着天下闻名破龙剑，云翻手云覆手为雨，现在那双手上全是泥巴和血渣，指甲缝里嵌着黑褐色的污垢，连抬起来的力气都快没了。第5天，一个亲信病倒了，他发着高烧，浑身滚烫，嘴唇干裂出血，整张脸烧得通红。陆望生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掌心传来的热度让他心头一沉，这是灵力反噬引发的热毒，若不及时医治，活不过2天。师尊，你们走吧，别管我了。那亲信躺在地上，眼睛半睁半闭，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在叫，他的嘴唇全是干裂的血口子，每一次呼吸都像用尽了全身力气。陆望生张了张嘴，想说我们不会丢下你，但那几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吐不出来。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泥泞的双手，又看了看远处隐约传来的追兵火光。他知道带上一个病号，所有人都得死。他猛地站起身，背对着那个亲信，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走吧。身后传来那个亲信绝望的哭泣声，那哭声沙哑凄厉，像刀子一样扎进所有人的耳朵。然后哭声渐渐被山峰掩盖，越来越远。陆望生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剩下的4个人继续赶路，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穿过一片又一片密林，谁也不敢停下。脚底磨出了血泡，衣衫被荆棘划成了布条。第7天的黄昏，他们终于走出那片荒山野岭，眼前出现了一座熟悉的山峰，夕阳的余晖洒在山门上，将那块刻着洛云宗3个大字的匾额镀上一层金色。陆望生站在山门外，看着那扇他曾经无数次出入的大门，眼泪激眶而出。他踉跄着跪倒在洛云宗山门前，膝盖磕在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拖在身后一条断裂的锁链。他的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但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阿福，求你开门，求你给我们一条生路。每说一句，他的身体就剧烈地颤抖一下。是我错了，我被私欲蒙蔽了心智，忘了你100年的付出，忘了你为洛云宗倾尽嫁妆，忘了你助我渡劫筑基的恩情。我听信谗言，负你欺你，夺你权位，将你逼入废弃洞府，我罪该万死。又是一个响头，额头上的伤口更深了，血滴在石板上，像一朵朵绽开的红花。求你看在过往道侣一场的情分上收留我，我愿做牛做马觅的过错。他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混着血水流下来，模糊了视线。他身后那4个亲信也跪了下来，跟着一起磕头。5个人的额头血肉模糊，却没有人停下。1天过去了，陆望生跪在山门外，从清晨跪到正午，从正午跪到黄昏。他的膝盖已经失去了知觉，额头上的血痂结了又破，破了又解。洛云宗的弟子们从山门内经过，有人心有不忍，悄悄别过脸去；有人停下脚步，欲言又止。还有几个年轻弟子偷偷跑到我的洞府外，犹豫着开口：宗主，那个人还在外面跪着，已经1天了。知道了。宗主，他看起来很惨。他选的。弟子们面面相觑，却不敢再多言。他们退出洞府，将我的回答传了出去。消息传到山门，守山弟子们对望一眼，谁也没有开门。陆望生还在磕头，一下又一下，额头上的血已经把面前的那块石板染成了暗红色。直到傍晚时分，天边的云被晚霞烧成了金红色，我才走出山门。山门缓缓打开，那扇沉重的石门发出低沉的嗡鸣声。我的白袍在山风中翻飞，长发被风吹起。我一步一步走下台阶，站在陆望生面前。他缓缓抬起头，浑浊的双眼中燃起最后一丝希望。那张曾经英俊的脸，此刻布满了伤痕泥和泪痕，像一块被践踏过的绸缎。阿福，你肯见我，是不是愿意原谅我了？我淡淡摇头，目光平静的像一潭死水。我来只是告诉你，你今日的下场皆是咎由自取。他脸上的最后一丝血色褪去了。当年的契约是你逼着我签下，我严明交权后，宗门万事与我无关，你不得向我求助。我蹲下身与他平视，一字一句地说：是你亲手推开了我，亲手毁了洛云宗的安稳，又自立宗门，行劫掠恶事，一步步走到今日。你选的每一条路都由你自己承担后果，与我无关。陆望生脸色惨白，身体不住颤抖，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枯叶。他张开嘴，哽咽着想要辩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你当年跪在我面前，许诺仙途同行，尊我重我，永不相负。可你转头便默许他人污蔑我，偏袒奸佞，将我100年付出尽数抹杀。这样的情分，我从未想过再念。他伸出手想要抓住我的裙角，手指却停在了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那只手曾经握过破龙剑，曾经举杯与我共饮和锦酒，如今却连触碰我衣角的勇气都没有。洛云宗的门不会为你敞开，你的仇家很快便会追来，这是你应得的报应。白袍在风中划出一道冷冽的弧线，我迈步朝山门内走去。身后的晚霞渐渐暗了下去，像一滩凝固的血，浓稠而压抑。四周安静的可怕，只有我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地敲在石板上。阿福！陆
陆望生挣扎着想要追上来，膝盖刚离开地面又摔了回去。他拼命向前扑，却被守山弟子稳稳拦下。2个弟子架住他的胳膊，将他按在原地，任他如何挣扎都无法向前一步。阿福，我知道错了，你不能这般绝情，你不能！他瘫坐在地上，绝望的哭喊声撕裂了暮色，那声音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的割着在场所有人的心。有几个守山弟子红了眼眶，但他们谁也没有松手。关闭山门，沉重的石门缓缓合拢，发出沉闷的轰鸣。门缝中的最后一缕光照在陆望生那张满是泪水和血污的脸上，他的嘴还在张合，却已经听不清在说什么。然后光消失了，山门彻底关闭。陆望生跪在门外，额头抵着冰冷的石板，哭声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无声的呜咽。他的肩膀剧烈的抖动，像一个被掏空了所有的孩子。身后那4个亲信，有人开始偷偷抹眼泪，有人低头不语，还有一个人的眼中闪过了一丝解脱。夜色彻底暗了下来，山门外的风很冷，吹得他们衣衫猎猎作响。没有人说话，只有偶尔传来的抽泣声。他们等了很久，山门再也没有打开。不过片刻，远处传来喊杀声，那声音由远及近，像潮水一样涌来。陆望生抬起头，眼中映出远处火把的光芒，联军的追兵到了。陆望生浑身一震，本能的想要站起来逃跑，但他的双腿早已跪得麻木，刚起身就一个踉跄摔倒在地。身后的亲信冲上来扶他，却被冲在最前面的联军修士一剑劈开。陆望生被几个人架着往前跑，但他们的速度太慢了，脚步声越来越近，火光越来越亮。一支箭矢破空而来，定在他脚边，紧接着是第2支、第3支。饶命啊！没有人回答他。没过多久，那一片喊杀声便彻底归于平静。夜风吹过落云宗的山门，吹走了最后一丝血腥气。月亮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来，冷冷地照着那块被血染红的石板。第2天清晨，弟子们打开山门清扫时，门外已经空无一人，晨雾还未散尽，白茫茫地笼罩着山门前的石阶，只有那块石板上残留着几道暗红色的血迹和深深嵌入石缝的几个磕头留下的凹痕。昨夜的风雨已经将大部分痕迹冲刷干净，但那几道凹痕却像刻上去的一样，怎么也抹不掉。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自此，修仙界再无陆望生的踪迹。有人说他死在了联军手中，有人说他逃到了极北之地，还有人说他被路过的散修救走，隐姓埋名活了下来。但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唯一确定的是，曾经风光一时的新云宗成了无人提及的笑话。那些跟随陆望生离开的弟子和长老，要么死，要么降，要么逃，再也没有人敢以新云宗弟子的身份行走修仙界。而落云宗在我的带领下日益强盛，修复一新的护山大阵日夜运转，金色的阵纹在夜空中若隐若现，将整座宗门笼罩在坚不可摧的屏障之中。灵药田里的灵药长势喜人，李长老带着弟子们精心养护，每一株灵药都叶片肥厚，灵气充盈。每月的宗门小比热闹非凡，弟子们摩拳擦掌，在演武场上的展神通，观战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弟子们的修为突飞猛进，宗门内人才辈出。那些曾经被苏灵山排挤边缘化的弟子，如今一个个崭露头角，有的精通炼器，有的擅长炼丹，有的剑法超群。连周边宗门的修士都慕名前来切磋学习，回去之后无不赞叹落云宗底蕴深厚。赵恒成长得很快，这个曾经畏首畏尾的年轻弟子，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他办事利落，思虑周全，我让他接管了一部分宗门事务，他做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好。每次向我汇报时，他都腰杆笔直，目光坚定，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说话都结巴的少年了。李长老的灵药填成了修仙界的一绝，他培育出的新品灵药被各大宗门争相购买，订单排到了3年之后。张长老在护山大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层防御，将落云宗打造成了铜墙铁壁，连大成期修士都难以攻破。王长老把宗门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弟子们再无资源分配不均的怨言，每个人都心无旁骛地投入修炼。每一天都有好消息传来，每一刻都有新的突破发生。不过数年，落云宗便稳居修仙界第1大宗之位。山门外前来拜师的修士排成了长龙，从山脚一直蜿蜒到半山腰，有人甚至搭起帐篷等候数日。各大宗门争相与落云宗联姻结盟，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带来的礼物堆满了库房。曾经那些因为苏灵山的傲慢而断绝往来的宗门，如今又纷纷派人送来厚礼，言辞恳切地请求恢复合作，仿佛当年的事从未发生过。我没有拒绝，也没有刻意刁难，过往之事既然已经过去，就不必再计较。但我定下了一条铁律，任何宗门若再敢欺辱落云宗弟子，休怪我手下不留情。这条铁律当场写进盟约，由各宗掌门亲自画押。消息传遍修仙界，再也没有人敢对落云宗不敬。曾经那些暗中觊觎落云宗资源的势力，纷纷收起了爪牙；曾经那些对落云宗弟子冷嘲热讽的修士，见面时也变得客客气气。弟子们遍布四方，走到哪里都挺直了腰杆。他们说自己是落云宗的弟子，语气中满是骄傲。有弟子在拍卖会上被认出来，卖方主动降价；有弟子在外历练遇险，报出宗门名号后，围困他的妖兽竟被路过的散修顺手赶走。而我也被修仙界尊称为落云仙尊，这个名号我没有拒绝，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别人给的，是我自己挣来的。我斩断过往情丝，一心向道，那些关于陆望生的记忆像褪色的画卷一样渐渐模糊。
我记得我曾经爱过一个人，记得我曾经为他付出了一切，但那些感觉、心动、期待、失望、心痛，都已经像潮水一样退去，只留下干涸的沙滩。不再执着于虚妄的道侣情谊，我在真仙境界之上不断突破。每天清晨，我盘膝坐在云溪洞天中，感受着体内仙力的流转。那种力量不像从前那样需要刻意压制，而是像泉水一样自然的涌出，充盈着我的每一寸经脉。灵泉叮咚，雾气氤氲，我闭目内视，看到丹田中那团金色光芒越来越亮，几乎要溢出体外。突破真仙境界的那一天，天穹上出现了七彩祥云，霞光万丈，将整个落云宗映照得如同仙境。灵气浓度瞬间翻了3倍，灵药田里的灵药疯狂生长，连护山大阵的阵纹都变得更加明亮。李长老颤巍巍地说：“宗主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弟子们奔走相告，兴奋得彻夜难眠。还不够，而我只是睁开眼，轻轻说了一句：“仙途没有终点，不能停下来。”我走在属于自己的仙途之上，不再为任何人停留，不再被任何人的承诺牵绊。落云宗是我的家，弟子们是我的牵挂，但我不会再为了谁而压日自己的修为。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独自一人离开宗门，去游历四方。我去过北域的冰原，看过极光在夜空中绽放，那绚烂的光芒像极了真仙境界的霞光。我去过南疆的雨林，听过远古妖兽的咆哮，在生死边缘领悟力量的本质。我去过东海的仙岛，见过海市蜃楼中的上古遗迹，从残破的石刻中读出失传已久的功法。每一次游历都是一次修行。每一次归来，我都会带回新的领悟和新的资源。储物戒里装满了珍稀灵材，脑海中塞满了新的感悟。弟子们说，宗主越来越强了，强到让他们仰望都看不到尽头。李长老说，宗主像一把出鞘的剑，越来越锋利。我听了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因为我心里知道，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有多强，而是因为我终于学会了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久而久之，我成了修仙界流传千古的传说。有人说我冷漠孤高，说我连曾经的道侣跪在门外求饶都不肯开门，铁石心肠，不念旧情。有人说我威严仁慈，说我以一己之力将落云宗从废墟带上了巅峰，恩威并施，令人敬服。还有人说我其实早已飞升成仙，留在落云宗的不过是一具化身，真身早已遨游9天之上。茶馆里、酒楼中、方世间，到处都有人议论我的事迹，越传越玄，越传越离谱。各种传言满天飞，有的甚至互相矛盾，可我从未现身澄清过一句，因为我从不在意旁人的评说。那些人的嘴长在他们身上，爱怎么说随他们去，我只管走自己的路。我知道那些评说的人没有经历过我的经历，他们不知道深夜独自修复灵脉时的疲惫，手指被灵力灼伤也不能停歇，不知道为别人挡天劫反噬时的剧痛，五脏六腑像被撕裂一般，不知道被最爱的人从身后捅一刀时的绝望，那种痛比任何天劫都要刻骨铭心。他们只看到了结果，落云宗成了第一大宗，我成了真仙，却看不到那些血与泪铺成的过程。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我只需要走好自己的路。仙途漫漫，唯有自身强大，方能不被辜负。这句话是我用190年的血泪换来的。回想当年，我刚入落云宗时，也曾天真的以为，只要我付出足够多，就一定能换来真心。我用仙骨滋养枯竭的灵脉，忍着剧痛让灵气一点一点从骨缝里渗出。我用修为炼化本命剑，耗费100年心血才铸成那把破龙剑。我用嫁妆撑起整座宗门，灵药、灵泉、法器、丹药，无一不是从我囊中取出。我做了一切我能做的事，把自己能给的全给了出去。结果呢？阿飞，我知道错了，你不能这般绝情。换来一句你便依他，换来废弃洞府中的冰冷石壁，换来跪在山门外额头渗血的忏悔。193年的付出，换来的就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不是所有真心都值得托付。这句话我用了学会的那一刻，还不算太晚。唯有坚守本心，方能不坠迷途。这句话是我用真仙境界的突破换来的。当我站在废弃洞府中，抬手一指碎掉破龙剑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我的本心不是报复，不是仇恨，而是守护。那一指落下的瞬间，碎裂的不只是一把剑，还有我心中最后一丝执念。剑碎了，心也清明了。我不恨陆望生，恨一个人太累了，不值得。恨会让人停留在原地，反复咀嚼那些痛苦的过往。他跪在山门外磕头求饶时，我心中没有快意，只有平静。那种平静不是假装出来的释然，而是真正的发自心底的放下。我只需要在意眼前的路，在意脚下的台阶，在意明天的太阳。落云宗的晨钟暮鼓，灵药田的花开花落，弟子们的喜怒哀乐，才是我真正该在意的东西。坚守本心，就是不让任何人动摇你的方向，不论遭遇什么，不论被谁辜负，都不能偏离自己选定的路。我站在落云宗最高处的山巅，俯瞰着脚下云雾缭绕的群山。190年的光阴像一场漫长的梦，梦里我哭过、笑过、爱过、恨过。如今梦醒了，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如今只剩下淡淡的痕迹，像山石上被风雨侵蚀的刻痕，依稀可辨，却不再锋利。我抬手，掌心中金色的仙力流转，比真仙境界时更加纯粹，更加浩瀚。这些年，我从未停止修炼。落云宗的事务有赵恒和长老们打理，我得以抽出更多时间专注于自身。突破真仙之上的那天，整个修仙界都为之震动，天穹上降下金色光雨，方圆万里的灵兽齐齐朝落云宗方向跪拜。我知道那是上界在注视，但我没有急于飞升。落云宗还需要我，弟子们还需要我，
我会等到一切真正安稳的那一天，再踏上新的征程。自此，修仙界再无陆望生的踪迹，曾经的新云宗也成了无人提及的笑话。而洛云宗在我的带领下日益强盛，久而久之，我成了修仙界流传千古的传说。仙途漫漫，唯有自身强大，方能不被辜负；唯有坚守本心，方能不做迷途。多年后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坐在云溪洞天的灵泉边，月光洒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银鳞。忽然，天穹裂开一道金色的缝隙，那道裂缝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光芒刺目如白昼。落云仙尊，100年之期已到，上界之门为你而开。我缓缓站起身，抬头望向那道裂缝。这一次我没有犹豫，走出洞天时，赵恒带着所有弟子跪在山门前，黑压压一片。宗主，您放心去吧，洛云宗有我们。我相信你们。金色光柱从天而降，落在我面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守护了190年的宗门，然后抬脚踏上光柱，我的身影消失在光柱中，天穹缓缓合拢。洛云宗的弟子们仰头望着天空，久久不愿离去。从那以后，修仙界再也没有人见过洛云仙尊，但每当月圆之夜，总会有人看到洛云宗的山巅上有一道金色的光芒一闪而过。有人说那是仙尊回来看看，也有人说那是他在更高的地方守护着这里。